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研究脂肪代谢和动脉硬化的医学博士板仓洪崇先生所著的《能够迅速降低血糖值的方法》这本书。如果能够控制血糖值，就能防止衰老。能够迅速降低血糖值的方法的书籍。近年来，人们发现血糖值偏高会导致体内糖化现象的加剧，从而加速衰老。据说血糖值决定了您的衰老速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不用忍耐，通过这些方法，血糖值会大幅下降；第二，即使不喜欢运动也没关系，简单的身体活动也能显著降低血糖水平；第三，从小事改变人生。我将解释任何人都能轻松做到的最强习惯，这些内容都非常重要，请大家务必看到最后。首先是第一部分，不用忍耐，通过这些方法，血糖值会大幅下降。在这个部分，想传达一个信息：为了降低血糖值，不必强行抑制食欲，严格的饮食限制，比如完全禁止肉类和甜食，不仅难以持续，还会产生很大的挫败感。这样的饮食习惯，即使数值一时下降，但容易因压力而反复出现暴饮暴食的情况。长期保持良好的血糖值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关键是要坚持适度的节制，培养出一种不费力的健康饮食习惯，从而保持良好的血糖值。在感到满足的同时，选择对身体友好的食物，心灵和身体都会得到满足，形成您独特的健康饮食习惯。接下来，我将介绍3个无压力改变饮食习惯的要点。首先，第一个要点是无需忍耐的饮食改革，也就是说，通过替换，血糖值就会发生变化。替换的内容是替换饮食。接下来具体介绍一些饮食内容的替换方法。血糖值偏高的人通常摄入过多的碳水化合物和糖分，例如早餐吃满是果酱的烤面包或玉米片，午餐和晚餐则偏好吃乌冬面或意大利面。那么这样的话，碳水化合物和糖分就会使这个人的血糖值迅速上升。面包、玉米片、乌冬面和意大利面，这些都是碳水化合物。如果一直维持这样的饮食，谁的血糖值不会升高呢？碳水化合物只需1份就能轻松填饱肚子，因此很多人对此情有独钟。然而，对于关注糖尿病的人以及希望保持年轻和活力的人来说，这种饮食是不可行的。因此，本书的作者板仓博士提议进行替换饮食，不是减少食物的数量或忍耐，而是替换成不会过度提高血糖值的食物。具体的例子包括将满是果酱的烤面包和玉米片替换为香蕉、猕猴桃等水果或健康的酸奶。这样一来，可以大幅减少碳水化合物和糖分，特别是葡萄糖，从而有效预防血糖值的上升。早上想吃果酱或玉米片这样的甜食时，也可以用水果或酸奶来巧妙地满足这一需求，这样就不需要严格忍耐，就能改善饮食。接下来考虑午餐和晚餐中大量食用面条或米饭的情况。本书中提到，有位糖尿病患者在立时荞麦店吃了1碗乌冬面，结果惊讶于餐后血糖值大幅上升，而第2天他吃牛排时，血糖值却没有上升。这位患者本以为吃的乌冬面是轻食，没想到却导致血糖上升，而丰盛的牛排却没有。然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知道碳水化合物会导致血糖上升的必然结果。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以小麦粉为基础的乌冬面比低糖的牛排对身体造成更大的负担。乍一看，油腻丰盛的牛排似乎更不健康，但实际上是相反的。换句话说，面条和面包等碳水化合物可以被牛排或鸡胸肉等蛋白质替代。如果喜欢碳水化合物，虽然需要稍微忍耐，但仍能保持较高的饮食满意度，并最终适应这种替代饮食而感到足够满足。此外，快速进食会导致血糖上升，因此选择需要多咀嚼的食物也是一个推荐的方法。平时的饮食可以替换为硬根菜、豆类、蒟蒻
或瘦肉等需要好好咀嚼的食品。仅此一项也能有效防止血糖的上升。总之，不是减少食物的摄入，而是意识到要替换成不易导致血糖上升的食物。减少食物的饮食习惯往往伴随着忍耐，虽然效果明显，但很难持久，这样就无法维持血糖值，失去了意义。通过找到适合自己的不费力的替代方法来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是持续保持健康的关键。接下来要讲的第二个要点是无压力的改变饮食习惯。不仅仅是食物本身，注意吃饭的方式也会改变血糖值。接下来介绍的是一种不会导致血糖升高的吃法。注意食物本身固然重要，但吃法也会对血糖值产生重大影响。即使吃的是相同的食物，吃的顺序和烹饪方法不同，餐后血糖值的数值也会有很大变化。因此，如果不知道这些信息，就会错过很多重要的知识。最需要注意的是，原则非常简单，在吃多种食物时，先吃那些能防止血糖升高的食物就可以了。板仓博士建议的顺序是：首先吃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蘑菇和海藻，然后是低糖的肉类、鱼、豆制品和鸡蛋，最后再吃米饭、面包和面条等碳水化合物。只要遵循这个规则，把升高血糖的碳水化合物放在餐后部分，就可以安全地吃这些食物，而不需要强迫自己克制。当然，前提是适量，保持不过量的饮食。但采用这种吃法就不需要强制忍耐或节制了。此外，除了吃的顺序，还推荐审视一下饮食次数。导致血糖升高的原因主要是狼吞虎咽和过量进食。也就是说，减少每餐的食量，慢慢吃，就能有效预防血糖升高。因此，作者建议一天吃5餐，少量多餐。在现代日本，通常一天吃2到3餐，但可以增加到5餐。相应的，每餐的食量应减少，做到少量多次摄入。为了让人更容易想象，下面举个具体的例子：早餐香蕉和酸奶，上午一个糙米饭团，午餐蔬菜和肉类的配菜，晚餐糙米和烤鱼，夜宵豆腐、寒天和鳄梨。这样的菜单不仅能带来满足感，还能享受美味，而不会导致血糖升高。只需注意每餐的间隔保持在4个小时左右，夜宵不要太晚，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重新组合菜单，完成属于自己的饮食法。同时，由于每餐的量减少，使用小碗盘也能让满足感更容易获得。当把山城的白米饭换成半量的糙米时，如果继续使用平时的餐具，量的减少会很明显。但如果把餐具换成小一点的，变化就不容易被察觉。这种小小的细节对获得满足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方法很简单，希望大家尝试一下。本书提议的方法是，对于那些觉得这种稍显严格的饮食生活方式无法坚持的人，想要了解更容易持续的饮食节奏，在其他与血糖相关的书籍中，很多医生也推荐这种少量多餐的饮食方法。如果您觉得像16小时进食这样的饥饿时间不适合自己，那么通过这种方法来无压力地控制血糖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逐步尝试适合自己的方法是最佳选择。因此，希望大家也能试几次，看看自己的身体反应如何。接下来，我将介绍第3个无压力改变饮食习惯的要点：聪明地在生活中加入健康食材，以控制血糖水平。了解哪些食材是值得积极摄取的，有助于保持健康的血糖水平和身体。首先，大家都知道的便宜蔬菜豆芽，虽然乍看上去营养含量低，似乎不太可靠，但实际上豆芽富含钙、维生素和钾等营养素。此外，豆芽还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能有效排泄肠道中的脂质和糖分，因此非常实用。再加上它价格便宜，随手可得，非常值得推崇。其次，绿色蔬菜可以抑制对身体细胞造成伤害并导致衰老和癌症的活性氧，特别是西兰花，富含支持胰岛素功能的矿物质和促进血液循环的叶酸，
是抑制血糖升高的健康蔬菜的代表。此外，白萝卜在味噌汤和炖菜等多种菜肴中都可以享用，其中含有促进胃部功能的二淀粉酶和强化毛细血管的维生素 P。每天的饮食中也应加入这些食材。在动物性食材方面，推荐食用青鱼、沙丁鱼、青鱼、章鱼和鱿鱼等。鱼类富含能使血液清澈和净化的 EPA 和 DHA， 持续摄入能够更好地维持脑部的正常功能和视网膜的运动。此外，三文鱼、鱼子酱、虾等海鲜中含有加热后变红的色素虾青素，被认为对预防生活习惯病非常有效。京都府立医科大学的名誉教授的研究表明，虾青素对抑制糖尿病肾病有效，因此对已经患有糖尿病的人防止并发症也是有效的。通过积极摄入这些健康食材，可以更容易地维持正常的血糖水平和健康的身体。如果能减少垃圾食品和零食的摄入，围绕健康食材展开饮食生活，糖尿病前期的人群也能自己朝着正常的血糖值迈进，无需依赖药物或医院，通过饮食也能将身体引向健康。我认为这是人人都能做到的绝妙健康法，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尝试。接下来是第二部分，我们要讨论的内容是，即使不喜欢运动也没关系，简单的身体活动也能显著降低血糖水平。在这一部分，我将介绍一些不爱运动者的懒人运动。这种运动可以在看电视或阅读时轻松进行，不需要特意安排时间或换衣服，因此您可以立即开始。这种懒人运动就是为了那些工作繁忙、家务琐事繁杂或者没有运动习惯的人准备的，特别适合各种生活方式，可以轻松持久地维持良好的血糖水平。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如何实践懒人运动的2个要点。首先，第一个要点是生活中容易融入的运动才是持续的秘诀。虽然大家都知道运动对生活的重要性，但对于没有运动习惯或者不擅长运动的人来说，往往很难坚持下去。当工作和家务繁忙时，想要在疲惫的身体上再去运动是很困难的。很多人可能希望在休息日或空闲时间懒散地度过。为了能持续运动，关键是要学会顺便运动。也就是说，您可以在躺着、看电视、做家务的同时进行运动。特别推荐的顺便运动有：坐着的时候，将双膝并拢上下移动的腿部锻炼；仰卧时，双膝抱住身体，轻轻滚动的腹部和背部锻炼。这2种运动可以在看电视或阅读时轻松进行，不会给身体带来过大负担。即使疲劳的时候，也可以轻松尝试。即使在繁忙的日常生活中，只要利用空闲时间坚持下去，就能实现血糖稳定和减肥的效果。此外，走路被认为是最有效稳定血糖水平的运动，尤其是对于糖尿病预备军和糖尿病患者来说，应该积极参与。然而，突然开始长时间步行可能会导致3天热度。通常情况下，您很快就会感到疲惫，难以坚持。因此，建议采取顺便走的方式，也就是说，不要专门抽出时间去走路，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增加步行。例如，放学或下班回家时，可以选择绕远路；购物时，可以在商场中走动，把步行时间融入到目的之中。即使只是顺便走个10分钟、20分钟，也是很好的运动。与狗散步时稍微多走一些，都是很不错的顺便走方式。当您习惯并感到轻松时，可以逐渐增加步行的频率。因为走路可以治愈糖尿病，所以将步行融入日常生活是非常有效的。如果条件允许，定期做一些需要大量运动的家务，如擦窗户或清洗浴室，也是非常好的选择。本书称之为家务健康法，不仅能让家里变得整洁，还能兼顾运动，一举两得。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在生活中的多个时刻融入懒人运动，而不必改变生活方式，就能轻松养成运动习惯。接下来我们讨论懒人运动的第2个要点。如果您不喜欢运动，可以通过按压和揉搓来解决。
虽然我们了解了懒人运动的重要性和易于融入的特点，但也有一些人可能对能否坚持感到没有信心。对于这种人，我推荐一种更简单的习惯：按压和揉搓身体。如果您不想运动，那么可以养成刺激身体的习惯。首先介绍一下简单的穴位按压。大家知道，刺激穴位能促进血液循环吗？定期刺激穴位可以使血液流动更加顺畅，帮助更好地控制血液中的糖分平衡，非常适合血糖偏高的人。常见的穴位包括手的大拇指根部、脚的脚后跟和耳垂上方等。我们可以用自己觉得舒服的力度去刺激这些穴位，特别是耳垂上方的穴位，有助于促进胰岛素分泌，对稳定血糖水平非常有效。请在注意到时，尽量按压各个穴位。如果有时间，使用灸法温热各个穴位也是非常推荐的。这种方式可以逐渐温暖穴位，期待带来放松效果和促进血液循环的效果。此外，如果血糖值偏高，血液中的糖分就会增加，导致血液流动变差，血液像糖水一样粘稠，从而影响血液循环。因此，血糖值偏高的人需要改善饮食的同时，也要改善血流。这里可以实践的就是揉捏身体的习惯，例如利用小腿部的挤奶式的肌肉动作，将末端的血液提升到心脏。因此，如果血液流动不畅，就会导致水肿和疲惫。改善这种状态的有效方法是用指压的方式揉捏小腿，促进血流。可以从脚踝开始，沿着骨头朝膝盖方向揉捏，共做3遍，静脉会得到清新。然后揉捏集中有细小血管的脚底和手掌，脚底和手掌的放松和活化会帮助调整自律神经的平衡。这是一个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动作，建议在工作或家务的间隙尝试一下。通过将按压身体和揉捏身体的习惯融入生活中，血糖值会降低，稳定性也会增加。即使血糖值偏高，运动又不擅长的人，持续这个习惯也能预防血糖上升。这个简单的习惯只需要几分钟，比起运动来更容易尝试。因此，作为低门槛的居家护理，更容易坚持下去。接下来是第3部分，从小事改变人生。我将解释任何人都能轻松做到的最强习惯。虽然您可能不敢相信，但仅仅改变生活中的一些细微点，或者改变思维方式，就能轻松控制血糖值，这真是令人惊讶。除了饮食和运动，我们还能做些什么？虽然花钱在就医或药物补充品上也是好的，但如果通过一些不起眼的习惯改变能降低血糖，那当然是最好的。这种方法不仅性价比高，而且健康。如果效果显著，您一定会想要继续坚持。我将详细介绍这样的最强习惯。首先介绍的第一个最强习惯是压力是大敌。我想传达的是，通过改变心态来降低血糖值。首先要知道，导致血糖上升的原因之一就是压力。当我们感到压力时，交感神经受到刺激，分泌应对压力的肾上腺皮质激素和肾上腺素。这些激素使身体处于兴奋状态，以便对抗压力。这个系统在我们的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但当身体处于兴奋状态时，血糖、血压和心率都会上升。当我们感到紧张或恐惧时，心脏会砰砰直跳。实际上，这时血糖值也在上升。如果这种状态频繁发生，血糖值就会保持在偏高的水平，即使注意饮食或运动，血糖仍然上升，这实在是让人头疼。因此，压力直接影响血糖值这一点一定要牢记。希望大家能意识到压力的可怕之处。这里重要的是保持不被压力击倒的心态习惯，要定期检查自己是否承受着压力。如果有的话，可以通过做一些准备动作来应对。特别是如果您感到食物不再美味，容易烦躁、肩颈和腰痛持续，便秘和腹泻交替，晚上难以入睡，感到工作或学业压力、集中力不持久等状态，那么要特别注意，身体可能处于慢性压力状态，血糖值因此更容易上升。
此时想要尝试的是停止完美主义和强迫的心态。我们日常感受到的许多压力，经过分析，往往都源自这两者。想要事事完美，自己理想的情况不达标，就会引发烦躁、沮丧和压力。虽然一下子放弃完美主义和强迫可能很难，但可以逐步转变为无需完美的思维方式。每天不是100分，60分就足够了。希望您能培养这种轻松的心态，这是能够大幅减轻各种压力的最强习惯。仅仅意识到这个习惯，心态就会发生巨大变化。大家不妨试试看。接下来是第2个最强习惯，在不经意间善待自己的身体，以防止血糖上升。正如之前的解释所述，精神压力会导致血糖上升，但身体压力同样也是保持高血糖的原因之一。睡眠不足和疲劳的积累会削弱身体，自律神经失衡，导致身体处于兴奋状态，这将使血糖和血压更容易上升，从而增加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单单因为工作累了或偶尔缺觉，轻视身体的疲惫是危险的，因为这很快就会导致血糖值偏高，形成稠密的最坏血液环境。从这个解释中可以看出对身体的忽视是多么可怕。因此，板仓医生建议在闲暇时间不经意间善待自己的身体，比如加入午睡以消除睡眠不足，尽量考虑减少抽烟和饮酒，试着每天泡38到40度的热水澡，在家中使用香薰，确保每天摄入超过1.5升的水分等。每一项看似微不足道，但如果形成了这些习惯，身体会对善待自己产生越来越多的关注。只要稍微睡一觉，身体会感到轻松。一旦开始泡澡，睡眠质量也会提高，身体会对这些习惯的变化做出反应。因此，你会意识到，长时间放任身体疲惫是多么不好。如果能养成这样的善待身体的最强习惯，身心的压力自然会减少，分泌促进血糖上升的抗压激素也会减少。善待心灵和身体，以温柔的方式对待自己，才是真正的最强习惯。接下来，我想解释第3个最强习惯：享受适度的休闲活动。这是最好的健康法。我们已经了解到，消除身心的压力和疲劳是抑制血糖升高的最强习惯。最后要介绍的是休闲的重要性。板仓老师在书中提到，应该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安排出行和享受兴趣爱好的休闲活动，因为令人愉悦的休闲活动可以提升情绪，帮助放松身体，从而有助于降低血糖水平。仅仅是心情愉快，就能抑制血糖，这真是一个好消息。进行旅行，去美术馆或水族馆、游玩主题公园、绘画或创作音乐等，积极享受这些休闲活动的习惯，可以让血糖不容易升高。只要是让自己感到愉快、放松的事情，就应该不断融入日常生活中。在这些休闲活动中，板仓老师特别推荐温泉。去温泉的习惯不仅包含旅行的元素，还有疗愈的效果，是一种绝佳的休闲活动。尤其是还有冬季的温泉，能促进新陈代谢，对高血糖和糖尿病有很好的效果。因此，可以同时达到放松和身体护理的目的。也就是说，温泉是可以在护理高血糖的同时，进行身心护理的最强休闲活动，而且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就能享受很多温泉。希望大家能增加和家人、朋友、恋人的温泉之行的频率，打造一个舒适且不易升高血糖的身体。综上所述，希望从今天开始，哪怕只选择其中一个习惯，能够将这个最强习惯融入生活中，与血糖和谐相处。让我们一起迈出这一步，追求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享受每一天带来的美好。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